高考前夕，我选择财神附体。我和妹妹救了一个糟老头，他拿出2张特殊符咒让我们选，妹妹抢先选了财神附体，剩下的考神附体是我的。妹妹凭借财神附体，1年内大大小小中了不少奖，而我凭借着考神附体，考了高考省状元，被清华大学录取。符咒1年期限到，妹妹失去了财神，不懂理财和过于奢靡的生活，让她迅速的贫困潦倒。我知道考神附体是有期限的，一直很努力学习，努力学得的东西是不会过期的。我夺取了全国科技大奖，和商业天才携手创造了神话集团，身家过千亿成首富。妹妹心有不甘，在一次家族聚会上捅死了我。我选考神附体，妹妹激动又尖锐的声音让我回过神来，看到妹妹抢飞速地把考神附体符咒抢在手里，我就知道她重生了，我也重生了。上一世她可是抢着要财神附体，并且一脸轻蔑地对我说：“呵呵，读再多的书还不是为了钱，姐姐，你就继续做那死读书的书呆子，将来安分守己地领取那固定死工资吧。我爱读书，能有考神附体，如虎添翼，正中下怀，也欣然接下了这个符咒。姐姐，这一世轮到我变高考状元，考入清华，成为世人敬仰的科学家，嫁给陆慕白，开创东方神话，变成首富。你就等着爽1年，然后穷困潦倒吧。”妹妹捂紧考神附体符咒，一脸解气地对我说。我接过老头手里的财神附体，微笑着对妹妹说：“那姐姐祝你前程似锦。”拿到财神附体后，我看了看书包里那可怜的50块零花钱，想了一下，来到刮刮乐彩票站，花了20块买了10张，并没有中大奖，不过也刮出了5万块，当场兑奖。拿着这5万块，我去到不同的彩票站，花了1万买下10几张不同品类100倍复式彩票。等今晚开奖，买完彩票就是买手机、电脑、耳机等目前我还没拥有的设备。然后我好好的去吃了一顿海底捞。上一世过于沉迷学习和钻研，经常忘记吃饭，导致由胃炎发展到胃癌，能吃的东西非常的少。我的钱多的可以买下全世界的海底捞，全世界的烤肉店，全世界的串串香，但是肠胃却不能让我吃任何一顿火锅、烤肉、串串香。美美的吃完火锅，我在5星酒店订了个大床房。上一世为了能有个好睡眠，我花了420万买了一张海思腾床垫回来，放在60多平方的大房里。然而依然失眠，怕脑子不活跃，怕研究不出技术，我不敢吃安眠药，只能眼睁睁地痛苦到天明。现在终于恢复了我的睡眠状态了，躺在床上秒睡，一觉醒来，发现已经过去了15小时。我打开手机查找开奖结果，仔细对了一下，总共只中了150万，并没有让我暴富。不过，如果没有财神附体，很多人穷其一生买彩票，都是无法能中超过1万块的奖。我立马去彩票中心兑奖，扣税20%后，只剩下120万了。我和那脑子塞草的妹妹不同，她不懂得钱生钱，所以符咒一到期，她就无法维护财富，贫困潦倒。我搞过科研，经营过公司，重生回来，上一世的认知并没有被洗掉。钱财是身外物，会从有变无，只有努力得到的知识技能，才能一辈子是你的，别人抢不走的。我打开电脑，注册了证券户口，找到一个在上一世被股市里传为传奇的股票——东方科技。现在正是这只创业股发行最初，而且是股价最低的时候。根据我的记忆，再过1周，这只股票就好像东方巨龙一样崛起，从现在的1块钱一股，用半年的时间涨到300多块一股。这是我目前能让钱生钱最快的一种方式。我把120万全部投入股票里，期待着它翻300倍的收益。妹妹得了考神附体，并没有像我上一世那样子继续努力学习，反而更懒了。
每天上课不是睡觉就是看杂志，作业也从来都不做。老师忍不住骂他，他不以为然地反驳：“我天资聪明，根本就不用这样子死读书。反正到高考，我会考个省状元给你看。”老师看到他痴人说梦，也对他弃疗，不再理会他。我依然很努力学习，尽管上一世我考了省状元，并且在清华一直读到博士后，但我依然不敢轻视高考。不过这一世，我的目标不是考清华，更加不想走上一世的路。上天既然让我重生了，走重复的路是没有意思的。更何况这一世，我是怎样都不想遇见陆慕白的了。科技天才少女和商业天才少年强强结合的爱情婚姻，看起来犹如神话一般完满。呵呵，却没人知道，我每走一步都像赤脚在尖刀上行走，痛得血淋淋，却又不得不带着笑容面对世人。妹妹有考神附体，尽管懒散不学习，却不影响她考试考好，而且每次都要比我多1分，占据全校第一。她一下子从学渣变成了天才少女人设了，备受老师同学们的吹捧。妹妹骄傲的鼻子都要朝天了，每次看到我埋头学习，都在冷嘲热讽：“姐，你再努力也是比不上我的。我劝你还是不要学习了，用你那财神附体，到处去买彩票中奖，好吃好喝1年，然后等着贫困潦倒吧。”我没有理会她，我的股票已经涨了100倍了，账户资金达到1亿多。我对奢靡的生活没兴趣，只求1日3餐能吃到喜欢吃的，晚上能睡得好。至于彩票，我是不会再去买了，得把中奖机会留给其他买彩票的人。日子一天天的过去，离高考也越来越近。在东方科技涨到300元一股的时候，我迅速的把它抛售，账户资金累积到4亿多。我当然不会让它闲置起来，凭着记忆，分别投了几个潜力股，让他们可以继续钱生钱。妹妹凭借着清纯美丽的面容，再加上天才少女的人设，在网上迅速的走红。她开了自媒体账号，接受各种产品的代言，也让她累积了200万左右的财富。她并没有吸取上一世的教训，一有钱就奢侈花费，不会去想怎样能让钱生钱。姐，你猜我和谁网恋了？妹妹走进我的房间，脸带嘚瑟地说：“正在演算一个科研数据的我，头都懒得抬，淡然地说：不知道，也没兴趣知道。呵呵，只要我说出他的大名，你会有兴趣的。他叫陆慕白，商业天才少年。”妹妹一边说着，一边饶有兴致地看着我。上一世你所得的都会是我的，真开心。我装着听不懂他的话，淡淡地说：“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上一世这一世，我对上一世没记忆，应该是喝了孟婆汤。你没重生？”妹妹疑惑地看着我问：“重生？你是不是看小说看多了，脑子傻了？”我故意的皱眉，伸手摸摸她的额头。妹妹推开我的手，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有些扫兴地说：“哦，那真是没意思。我还想着让你眼睁睁看着我抢走你上一世的所有，包括陆慕白呢。不过也没关系，反正这一世你是怎样都比不过我的。清华是我的，陆慕白是我的，千亿总裁也是我的。至于你，作为妹妹，我还是好心劝你去买多几张彩票，中上一些奖，存一些钱，以免将来穷困潦倒，一无所有。”“哦，谢谢。”我的无所谓态度让他自讨无趣，砰的一声关门离开。我放下书本，手指转着笔，看向窗外。窗外没什么阳光，阴沉沉的。我此刻的心情像被那片乌云压着，沉沉的。思索了一会儿，我决定抛开上一世妹妹捅死我仇恨，起身敲开她的房门。妹妹正在愉悦地和人视频聊天，看到手机屏幕上陆慕白那张熟悉的脸，我微微地打了个寒战，退了出去。妹妹却没放过我，从椅子上起身，走出门口，一把扯住我，手机的摄像头直对着我的那戴着黑框大眼镜、抱着青春痘的脸。她还迅速地把美颜切换到原相机的模式，娇声说：“慕白，
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姐，好看不？”看着里面的陆慕白，我泛起了心理上的抵触，伸手把手机拨开，走了出去。算了，尊重他人的命运吧，这是妹妹自己的选择，结果怎样就让她自己承受，懒得管了。慕白，你觉得我姐怎么样吗？妹妹没放过我，跑来我的房间，继续和陆慕白视频，不怎样。陆慕白的回答让妹妹的脸瞬间的光亮起来，她得意地扫了我一眼。姐，慕白说你不怎样呢？我表示苟同的点头。没你好，没看到我羡慕妒忌恨。妹妹有点失望，然后对视频里说：“我姐有个优点，就是很有自知之明，知道她无论是学习还是外貌都比不上我。”陆慕白说：“的确比不上你，这个世上天才只有少数的。”妹妹开心地接着说：“没错，而我们却占了其二，世界会是我们的，到时候我姐她给我打工都不配。”哈哈，听到她那得意而魔性的笑声，我笑了笑，把她推了出去，反锁房门，免得她再进来打扰我。微信收到一条好友验证信息，看到那熟悉的头像和昵称，我的血液滞了滞，手指发凉。陆慕白怎么会加我微信？这个微信是我重生后买新手机才注册的，我连家里人都没有告诉，也没有告诉妹妹。为什么陆慕白能找到我这个微信要加我？这一事，我一点都不想和他扯上一丝关系。我点了拒绝，并且拉黑，以免他再申请加好友影响心情。再过一会儿，又一个好友申请信息：“姐姐你好，我是陆慕白，你妹妹的朋友。”他竟然换了个微信来加好友。看到这个微信，我的血液更加的上涌。上一世，我发现他这个微信小号，偷偷登录看了一下，刷新了自己的三观。在世人眼里，陆慕白家境良好，高大帅气儒雅，又是商业天才，被无数女子仰慕。网上甚至流行这样子一首歌：嫁人要嫁陆慕白。而作为他妻子的我，自然也是被羡慕妒忌的对象。他们完全无视我是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，无视我的一切努力，只看到我是陆慕白的老婆。只有我知道，作为陆慕白的妻子，不但不幸福，反而很惨很惨，惨到我生生世世都不愿意和他有任何牵扯。可是他为什么还要阴云不散地缠上我？能不能放过我呀？为了避免被陆慕白加好友，我干脆直接把微信注销。姐，明天是520，陆慕白要来看我了。妹妹又跑来我房间向我嘚瑟，她说要给我一个难忘浪漫的520，还期待呀。我冷淡地应了一声哦。妹妹不满我的反应冷淡，抓着我的肩膀质问：“你是不是妒忌我？”我好笑地看着她：“你要这样子认为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不过以后请不要在我面前嘚瑟你的男朋友，免得嘚瑟多了，我对他感兴趣，那就不好了。”妹妹的脸色一滞，恼火地瞪大双眼：“姐，我警告你，你不要贪图不属于你的东西。更何况，陆慕白根本就看不起你。”我表示赞同的点头：“他就看得起你，就喜欢你，祝你们两个一直锁死不分离。”妹妹一脸理所当然：“必须的，这一世我要和他成为人人羡慕的神仙眷侣，开创神话集团。你就死读书吧，到时候说不定我念在你是我姐份上，我给一份好工作你做，让你也能舒服一点，而不是贫困潦倒。”呵呵，到底是谁给他自信，让他认为我会走他上一世的路子？就算考神附体一辈子，他也走不了我上一世的路子。科研又不是考试，不是能一下子就通的。我万万没想到，妹妹竟然把陆慕白带回了家。放学回来，推开房门，看到陆慕白在，吓得我打了个趔趄。“Hello， 严欢你好啊！”陆慕白扬起他那招牌笑容，冲我扬扬手。一般少女看到他这样子，都会芳心乱动，眼冒小红心。我的心脏也乱动，不过是吓的。“你是谁？你怎么能随便进入我的房间？”我装作不认识他，板着脸厉声地质问：“陆慕白，你未来的老公？”陆慕白站了起身，阴恻地笑着，像躲在暗角里的一条毒蛇。
我打了个寒战。原来重生的不仅仅我和妹妹，还有他，难怪他能知道我的微信。我强行镇静，装出一副匪夷所思的面容，没好气地说：“陆同学，你的女朋友是我妹妹妍希，不是我。我不至于没节操到抢自己妹妹的男朋友，请立刻离开我的房间，这是我的私人禁地。严欢，别装了，我知道你也是重生的，否则你不可能会这种攻势。”陆慕白拿起我桌面上的草稿纸，一脸肯定地说。我的脸色微微地滞了滞，不过随即冷静下来，疑惑地问：“我本身就提前学了大学的数学课程，会点微积分不是很正常？陆慕白是个文科生，大学不用上数学课，对大学数学基本是一无所知的。他根本就分不清我那公式是微积分还是科研数据。”啪！妹妹不知道什么时候过来，怒气冲冲地扇了我一巴掌，血红着双眼，有点歇斯底里的叫：“姐，你怎么能抢我男朋友？真是一对颠公颠婆！”我没好气地反手抽了她一巴掌。不是所有人都会觉得屎是香的，带你男朋友滚出我房间！是，你竟然说慕白是屎！严欢，你这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吧！妹妹黑着脸，一把拖过陆慕白。慕白，我姐是个神经病，你不要管她。呸！在陆慕白路过我身边时候，我冲他吐出了2式想要吐的口水。有病！陆慕白恼怒地擦了擦脸上的口水，骂了一句，跟着妹妹离开我房间。我砰地用力关上房门，反锁好，整个人软瘫在地上，心脏绷紧，呼吸急促，差点一口气都缓不上来。陆慕白这魔鬼！陆慕白离开后，妹妹那个傻丫又向我炫耀陆慕白送了她一个蓝钻戒指为礼物。看到这蓝钻戒指，我又是一阵的恶心。上一世，陆慕白也是把这个蓝钻戒指送给我，并且不许我摘下。每天看到这戒指，我都有种要把手指剁下来的冲动，但是我不敢，我实在无法对抗恶魔一般的陆慕白。唯有像带着枷锁带着他，这钻戒至少价值100万。慕白能这么大方送他给我，说明他对我的重视，也是想要我嫁给他的。妹妹洋洋自得地在我眼前闪着她那钻戒，看到我脸色难看，以为我羡慕妒忌恨，又狠狠地瞪着我说：“姐，你可不能那么不要脸抢我男朋友，这一世陆慕白一定得是我的。”我冲他翻了个白眼，生气地说：“我都强调多少次了，我对陆慕白没任何兴趣，拜托你以后不要再在我面前说他的任何事情。终于到高考了，考得很轻松，就算不能像上一世那样子得个省状元，也应该能在前10名。”妹妹也满怀自信地从考场出来，立马被围在考场外面的记者们访问了。妍希同学，请问你对这次高考有信心吗？妹妹一脸自信回答：“如无意外，我应该能得省高考状元。”这么自信？当然，毕竟我是天才少女，区区高考而已，不考个省状元，怎么对得起天才这2个字？那也是期待着高考成绩揭晓，期待着我们是能出一个高考省状元。听说严同学还有个双胞胎姐姐，不知道她的成绩如何，能不能和你并驾齐驱？仿佛记者问了天下最可笑的问题。妹妹笑得一脸不屑：“我姐呀，虽然她和我是双胞胎，但我们2个无论从外貌还是智商都是很不一样的。她就是个死读书的书呆子，看到我顶着厚重刘海，穿着宽大的校服路过，她一把揪住我，呈现在记者的摄影头下。她精心打扮过，光鲜亮丽，自信热情，而我则一副死气沉沉的书呆子高中生。和她一对比，记者们纷纷感叹2姐妹的不一样，对她不遗余力的吹捧。我并不介意成为她的绿叶，甚至故意让自己显得笨拙呆滞。媒体报道一上网，妹妹的粉丝再次大涨，粉丝数量达到800万了。她自己也到处营销自己，开直播赚流量钱，再次赚了几百万，成了人人羡慕的小富婆。她在我面前嘚瑟赚的钱，嘲讽我有财神附体也不会用，依然一副穷酸样。我自然不会告诉她，
我投在股市的资金已经翻倍到12亿了，等到30亿，就是我大展拳脚的时候了。到时候就算有10个陆慕白，我都不用怕他。万众瞩目的高考成绩出来了，很多记者提前蹲在我们家门口，等待着采访我妹妹。当初她这个天才少女夸下海口要夺取省状元的，所以无论她是否考到省状元，都是一个热门话题。我怕给自己招惹麻烦，早就悄悄地躲远了。还没到成绩开盲盒时间，我就接到清北2大顶尖高校的招生电话，热烈邀请我报读他们的学校，并且给我很丰厚的承诺。这些电话和上一世差不多，可以肯定我考得不错。我婉言拒绝清北的厚爱，表示要报读国防大学，一颗红心报效国家。上一世我就有这个理想，只是一直被陆慕白控制着，只能成为他个人私欲的工具，身不由己。这一世我不会再惦记着清华大学的光芒，不会再和陆慕白沾上任何关系，应该可以自由了。我登录高考查分网，分数被屏蔽了，妹妹的高考分数也被屏蔽，屏蔽的分数出来了，和以往一样，不多不少，妹妹的分数依然是比我多1分。这考神挺神，金的，妹妹夺得高考省状元，而我得第2。妹妹对外宣传，我能有这样子成绩，是她提前辅导的。别人问我，我也这样子回答，她要的风头，统统给她，这些我都不稀罕。妹妹的天才人设稳了，粉丝再次激增。姐，我要读清华，希望你能有自知之明，不要和我同一个学校，免得我的光芒盖住了你。要报考志愿了，妹妹郑重警告我。我笑着回答，放心，我对清华没兴趣，我报读国防大学。妹妹依然不信，瞪着我说，最好这样子，你报考志愿的时候，得在我眼皮底下，免得你出尔反尔。我无所谓，当着她的面报考了国防大学，选择了生化核能科技，这是我上一世研究的专业，只是被迫用于商业，没能为国家所用。妹妹和陆慕白在网上高调官宣恋爱，双双被清华大学提前录取。天才少女和商业天才少年的结合，再次让妹妹收获大量的粉丝和流量，风头直追一线明星爱豆。看到提前录取的通知都来了，我的还没来，也没见国防大学联系我面试等，隐约感觉不对路的我登录高考志愿报名系统，惊讶地发现我唯一报考的志愿国防大学被取消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间本事很差的大专院校。我的心沉了下去，冲出房门，一把抓住正满脸春风回来的妹妹。妍希，你竟敢改我的志愿！妹妹一脸无所谓地推开我，是我改了又怎样？我就你一个姐姐，可不想把你交给国家，也不想只有我一个人承担起养父母的责任，更何况你也只配读一个大专。啪！我气得用力抽了他一巴掌。那我放长眼看，你多配！我自然不能放任自己没有办法上自己心心念念的国防大学，也只有上国防大学，我才能真正摆脱陆慕白。我已经重活了一世，并不是什么都不懂的中学生。上一世，我和国防大学的校长有过交集，并且有他的联系方式。我给校长打了电话，把自己的情况说了。校长叫我去首都面试，我立马订机票，登上了飞机，来到首都面见校长。校长和我交谈后，立马表示要破格录取我，并且承诺给我一个生化核能团队，只要我真的能自己出经费研究。我的股票资产已经有30亿了，经费研究不在话下。我需要的是一个平台和人才团队。你怎么可能被国防大学录取？看到我要去国防大学报到，妹妹不解地问：凭实力？我拉着行李箱走出门之前，回头提醒她一句：我们的符咒要过期了。清华会有个测试能力的开学考试，到时候你可别原形毕露啊！妹妹脸上露出一丝慌乱，不过很快镇静起来，不以为然地说：都录取了，我就不信他还能把我退了。我可是有着1000万粉丝的网红，亮清华不会这么不识相。哦，那祝你幸运。我拖着行李箱，
直奔我的梦想，为国家的国防建设添砖加瓦去。我刚下飞机，手机铃声响了起来，看到是陌生的来电，我以为是来自国防大学的，于是接听。电话里传来陆慕白内阴恻恻的声音：“严欢，我限你立马从国防大学申请退学，否则我会让你妹妹生不如死。”上一世，陆慕白也用妹妹的生命来威胁我。那时候，我顾念姐妹亲情，让她成我的软肋。结果，她妒忌我，杀了我。这一世，她也处处想要压我一头，甚至篡改我的志愿，把我对她仅有的那一点血缘亲情都消耗掉了。我不会再管她的生死，更何况还和陆慕白沾上关系。我懒得和陆慕白多说一句，直接挂掉拉黑关机。来到学校报到，校长把我叫去办公室，递给我一堆检举信。这些信件都是举报你的，说你品德恶劣，考试作弊，你怎么看？我知道这些信件肯定是陆慕白搞的鬼。他知道，只要我进入国防大学，成为国家保护的科研人员，那他是再也没有机会接触我、控制我、压榨我了。我没有拆信看，而是淡然地看着校长。校长，我问心无愧，如果您质疑我，可以给我一段考察期。你是我特招进来的，我信你，希望你能为我们国防建设做出贡献。我们实在是太需要你这种人才了。校长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笑着朝外面招了招手。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个人。我转头看向门口，看到那张我魂牵梦萦两世的帅脸，小心脏砰砰的直跳。叶剑夏，我家的臭小子。校长指着他向我介绍，他想要加入你的团队，你看看要不要他？要。我想都不想，激动的点头。我执着要进入国防大学，除了想要为国家国防事业做贡献，还有就是为了叶剑夏，想要和他一起工作，一起生活。谢谢严师妹，以后请多多指教。叶剑夏朝我伸出他的手，他的手指修长，骨节分明，指腹又布满了长期做实验的茧。我有点紧张的伸手握住了他的手，在我刚要把手缩回去的时候，他突然握紧，看着我的目光晶亮而激动，沉声说：“严欢，我等了你好久。”我惊讶地看着他，你知道我认识你好久好久了，久的就好像过了一世。叶剑夏深深地看着我，眸光熠熠。我明白了，他也是重生的。我一直以为我对他只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，没想到他也在等我。我的眼圈微微地红了起来，仰着头问：“那我能不能抱抱你？”叶剑夏张开双臂，把我拥入怀里，用力地拥紧，靠着他那厚实胸膛，听着他那强健有力的心跳声，我有种在梦中不愿意醒来的感觉。我和叶剑夏成立了科研团队，我们两个重生的人，根据上一世的记忆，提前把那些将来会有成就，现在还是小年轻的人才招了进来。科研资金是我自己的，可以自由支配。我们团队的每个项目都得以很好的开展，取得一项项领先于世界的科研成果，大大增强了国家的国防实力，让安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忌惮。据说安国军方出高价悬赏谋杀我，只是他们谁都找不到我，也不知道我的真面目。从进入国防科研那一刻开始，我就不再是严欢了，而是代号001。我和叶剑夏无论是精神还是科研都高度契合，我们两人工作不忘谈恋爱，谈恋爱不忘工作，和自己爱的人做自己爱做的事情，真的是太幸福了。至于陆慕白带给我的噩梦，已经彻底结束了，我不再是他能扯上任何关系的国家保护人物了。至于妹妹和他现在过得怎样，我一点都不关心。不过我也不是只会埋头科研，不关心世事的人，偶尔上网会看到他们两人的消息。这一世没有了我，陆慕白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商业大佬，他还是开了个神话公司，不过半年就破产了，还因为到处融资被判有期徒刑15年。
而我那妹妹妍喜，因为考神符咒失效，在清华大学入学考试中作弊被开除。她直播时候，连最简单的小学数学题都不会，也阅读不全一篇初中英语文章，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加速度，什么是重力这些最基本的物理名词。天才少女的人设一下子崩塌，粉丝纷纷取关，并且被网络封杀。和上一世一样，她再次贫困潦倒，导致承受不了精神分裂，经常有人拍她的状态上网。她见到人都在问，为什么我姐她无论选择什么都可以扶摇直上，为什么我选择什么都变倒霉？没有路人回答她。我想告诉她，选择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努力，只有努力得到的东西才不会消失。第一个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接下来的故事更精彩。我重生在高考前一晚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刚下班的我妈就拉着我的手进了放进，红着眼眶说出了和10年前一模一样的话：珊珊，这个大学你就非得上吗？可是我再也没有了10年前的那种愧疚，因为我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。妈，为什么我不能上这个大学？这一次，我终于问出了当年没有问出口的问题。我妈愣了一下，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平时懂事听话、从来不多嘴的女儿，竟然会问一句“为什么”。你以为是妈不想让你上大学吗？妈比谁都盼着你有出息啊！但是你是我们家的大女儿，我们家这个情况你还不知道吗？你要上大学，我怎么供得起？还有，你2个弟弟妹妹怎么办？长姐为母啊，你不能不为他们考虑。10年前，我妈就在我进考场的前一晚，拉着我哭了1个多小时，看着辛苦养育我的母亲，我说不出拒绝的话，心甘情愿地答应放弃高考。在所有人紧张地拿笔在答题卡上写下答案，为自己璀璨的人生打下坚持基础的时候，我换上了油腻腻的蓝色制服，坐在脏乱不堪的小餐馆后厨开始洗盘子。至此，我原本应该灿烂的人生也变得像手里的盘子一样，永远油腻腻的，怎么洗也洗不干净，最后变成上不了台面的垃圾。我妈并不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，只是一遍遍地诉着我早已经烂熟于心的苦。终于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把手从我妈的掌心里抽出来，和很多年前的回答一样：妈，你放心，明天我不会进考场的，时间不早了，你早点去睡吧。真的，几乎是下一秒，我妈就止住了哭声。真的？我点点头，但是语调却出奇的平静。您去睡吧，我也去睡。好，妈委屈你了，你早点睡，我也去睡了。我妈忙不迭站起身来，她出门的前一秒，我甚至在她的嘴角捕捉到了一丝难以掩饰的轻松和笑意。我自嘲地笑了笑，然后把目光落到了放在书桌上的身份证上。夜色渐深，我收拾好东西，在妹妹均匀的呼吸声中，蹑手蹑脚地走出房间，深吸一口气，毫不犹豫地拧下了大门把手。还以为我像10年前那么蠢，轻而易举地放过自己的大好未来吗？我勾唇轻嘲，飞速地逃离了那个所谓的家，直奔当年班主任宋老师的住处。当年我的成绩是全年级前3，宋老师一直都很喜欢我。得知我放弃高考以后，3番4次的去小饭馆劝说我回学校继续念书，到最后他甚至跟我承诺，只要我回去再考1次，以后他来承担我的学费。但是我满脑子都是要为我妈减轻负担，我要好好养着弟妹，所以不管宋老师如何苦口婆心的劝说，都被我拒绝。可是这一次不一样了，我小心翼翼地敲开了宋老师的家门，吱呀一声，门被推开，橘黄色的灯光倾泻一地。看到面前的宋老师，我终于没忍住，眼眶一红，不仅仅是因为我看到了当年唯一挂念我的人，还因为我想到这位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人民教师，最后因为确诊癌症，延误了治疗，在我辍学的第5年，在讲台上晕倒，永远地离开了挚爱的事业和热爱他的学生。林珊珊，来，快进来。宋老师和当年一样温柔，他什么都没问，只是连忙伸出手拉我进来。
我坐在柔软的沙发上，宋老师递给我一杯温热的蜂蜜水，捧着那杯水，我努力地把今天晚上的事情告诉宋老师，并且恳求他：宋老师，明天的考试我不想放弃，明天我妈找不到我，一定会来考场找我的，请您一定要帮帮我。你就算不说这话，老师也会帮你的。宋老师干脆坐在我身边，轻轻地摸了摸我的脸。明天你就放心去考试，什么都不要想，剩下的事情都交给我。谢谢你，宋老师，我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地。谢什么？明天好好考试才是最重要的。你高中3年成绩这么好，千万不要有压力，知不知道？我点点头。老师，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这句话不是在向宋老师夸海口，我是真的有这个信心。虽然时隔10年，高中的东西我早已经忘得一干二净，但是我是做完了一整套当年高考的试卷，并且整理完才选择自杀的。醒来之后，才发现自己竟然重生在了10年前，所以我现在相当于已经提前知道了考题和答案，根本没有考不好的理由。在宋老师家睡了一整晚，第二天一早，我就跟着宋老师来到了校门外。果不其然，就在我准备进去的时候，一眼就看到了朝着我冲过来的我妈。珊珊，你昨天晚上是怎么答应我的？你给我过来！人群拥挤，我妈被挤得站不稳脚跟。我看着她急切的面孔，头也不回地大步走进了属于我的考场。2天，整整2天的考试，我一场都没有懈怠。最后一门结束以后，我如释重负，软着腿走出了考场。我终于考完了这场可以决定我人生轨迹的高考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一次，我的人生终于没有被我的家人以所谓的爱的名义而操控。但是走出考场，我知道真正的战争才刚刚开始。依旧是熟悉的铁门，我刚推开进去，一个响亮的耳光声便在安静的房间响起，伴随的是我妈哽咽的哭泣声，好像被打的人不是我，而是她。而我的14岁的龙凤胎弟妹林保安和林保宁正坐在沙发上，无所谓地打量着这一幕。而我爸林孝书正坐在餐桌前，一口接着一口地地抽着手里的香烟，脸颊传来火辣辣的疼痛。我咬了咬牙关，站在原地等着我妈发作。你现在长本事了，连你妈都骗，是不是？我妈咬牙切齿道。你那天晚上是怎么答应我的？你说你不去考试，跟着我去打工，结果呢？当天晚上你就跑了。我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，结果到头来你只知道考虑自己，只想着自己以后过好日子。你怎么这么自私？早知道当年你生下来的时候，我就该把你放到尿盆里溺死，我今天也不用这么生气了。我猛然抬头，紧紧地盯着我妈含泪的眼睛。您不是腻了吗？你说什么？我刚生下来，您不是就让我爸把我溺死在尿盆里了吗？但是我命硬，没死，最后是接生的人跟你说别造孽，你才勉强把我留下来的吗？我的语气带着恨意，以至于我爸妈都同时愣在了原地。没这回事，你听谁说的？当然是你亲口告诉我的。我在心里回答他。某一次大吵中，我妈气疯了，狰狞地说出了当年生我的情形。那时候我如遭雷击，任何一个女儿在听到自己亲妈差点把自己溺死的时候，恐怕都是这种五雷轰顶的心情。后来这件事就在我心里扎了一根刺，可是发泄完的我妈似乎是忘了她说过的话，再也没有提起。我听说的重要吗？是你们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，把我生下来的，不是我自己要来的。林保安、林保宁的未来是未来，我的未来就一文不值，活该成为牺牲品吗？他们2个是你的孩子，不是我的，凭什么我要为他们的未来负责？你就是这么跟你妈说话的？从小到大，我一直都很听我爸妈的话，才6岁就会端着盆子去河边洗我弟妹的尿布，2只手冻得粗得像紫萝卜，还会端着小板凳在厨房里炒菜做饭。有一次不小心，我从板凳上摔下来，一锅菜全倒在我身上。可是我爸听到声音冲进来，看到这一幕，
却对我破口大骂，因为我摔倒的时候不小心打翻了一碗油。我在这个家里10几年如一日的付出，就像是一个不用抽绳子就会自己旋转的陀螺。面对我妈的质问，我一句话都不回答。家长永远是这样，在道理上讲不过子女的时候，就会用道德来绑架。这时候，坐在沙发上的我爸终于站起身来，他大步走到了我的面前，一把揪住了我的衣领。你长本事了是不是？叫你去你大伯家帮忙你不去，你非得去参加什么高考？你就是这件命，还敢想着上大学，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。别说还不知道你能不能考上这个大学，就是你考上了，老子也不会花1分钱让你去念。从今天起，你就从我们家滚出去。紧接着，我被重重地摔倒墙上，肩胛骨传来一阵剧痛，我疼得浑身冒冷汗，但是仍旧不肯低头。我一定会上大学的，而且我不会用你们1分钱。你还敢犟嘴？我爸干脆直接解开裤腰带，在皮鞭向我的头顶甩下来的时候，我下意识地护住了脸颊。那时候我的心里只想到一件事，我的脸上可千万不能留疤，要不然的话，我就没办法在暑假出门找工作了。这一场毒打，在我爸把自己皮鞭打断的时候，终于宣布了停手。除了小心护着的脸颊，我的胳膊、背部还有肩膀全部都是皮带打下来的痕迹，红痕遍体，有的地方已经鲜血淋漓。而在我被这么打的时候，我妈只是冷漠地招呼我弟弟妹妹回房间，而她自己则是转身进了厨房。我忍着疼痛，一瘸一拐地回到了房间，还没来得及坐下，就看到弟弟把我书桌上的东西全都扔到了地上。就你还想考大学，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？你这样的被打死也活该。就是安安心心去大伯那里打工不就行了吗？非得死乞白赖的去参加高考？你真以为自己当上大学生了就了不起了？妹妹也在一边帮腔，不过刚上初中的年纪，这2个人的脸上已经显出了尖酸刻薄的模样。上一世，他们2个人对我的态度甚至比这更过分。我辍学打工，终于辛辛苦苦供养了他们升了学，只是2个人学习都不好，考了2次才考上了3本院校，一个人1年学费就要4万多，生活费更是1个月2000。我每个月工资刚到账，就立刻给他们转过去，1年到头卡里就只剩下70、80块钱。过年的时候，一家人聚在一起，我一边帮我妈包饺子，一边问弟妹，他们在学校里都忙什么？听说他们现在还可以申请出国。我又忍不住，要是出国的话，需要啥条件？我知道我这辈子是没机会的，但是还是忍不住向往。但是我弟却只是扫了我一眼，就继续低头看手机。我跟你说我在学校干什么，你听得懂吗？还想着出国？你这辈子不是连省城都没去过吗？坐在一边沙发的妹妹一边剥橘子，一边发出一声嗤笑。不会吧，不会吧，现在还有人没上过大学吧？不会吧，不会吧，不会有人只有高中文凭还想着出国吧？真是笑死了人了，哈哈哈哈哈哈哈！何止没上过大学呀，连高考考场都没进过呀！他们2个人笑作一团，而我则是把头低得越来越低，越来越低，恨不得变成一只鸵鸟。我当然了不起，我一步步地走上前，看着他们2个不屑的表情，我一字一句冷静地开口：能上大学就是了不起，我会是这个家里唯一一个上得了大学的人。你们2个杂碎，永远没办法和我比，永远。所有的一切和我预想的一样。高考成绩出来后，我的成绩可以上全国的任何一所大学。而当2个名校的老师几乎同时来找我的时候，我得到了一个可以让我如释重负的好消息。根据我的情况，学校会减免我的一切费用，每年还会给我补助。我最终选择了心仪已久的学校和专业。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，看着上面林珊珊3个字，我第一件事就是冲到宋老师家，深深地给他鞠了一躬。和父母闹掰以后，我这2个月都是借住在宋老师家。如果没有他，我是真正意义上的无家可归。但是很快，
我父母就来到了宋老师家里。珊珊，你看你这孩子真是不像话，在宋老师家打扰了这么长时间。我听说你的录取通知书来了，快拿给妈看看。走，跟妈一起回家去。我妈进门，屁股还没坐热，就想拉着我离开。我爸那一张平时虎视眈眈的脸，此刻也柔和了不少。走吧，你还准备赖在宋老师家什么时候？但是我却依旧坐在沙发上，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们。不是你们说让我滚出这个家的吗？现在怎么又成了是我故意赖在别人家的了？我要是有家可回，我可能一直麻烦宋老师嘛。我毫不犹豫地撕破他们伪善的面具。之前是你们让我滚出那个家的，那我就永远不会回去。你们骂我自私自利也好，对我道德绑架也好，我都不在乎了。因为我终于意识到，如果你们真的在乎我这个女儿，你们就不会只要求我牺牲未来。你们今天对我和颜悦色，是因为我考上了大学，不花1分钱，毕业就能找到好工作的大学。在你们的眼里，我现在就是一个提款机，一大块肥肉。我对你们是有用处的，但是有朝一日我没用了，你们就会像那天一样把我打得皮开肉绽，然后让我该去哪里去哪里。总之别拖累你们。总而言之，我不会再上你们的当，我永远都不会再踏进那个房子，哪怕一步。上一世，我在大伯的店里做了1年服务员，后来又当了收银员、美甲小妹。后来我开了网店，趁着热潮，我赚了一大笔钱。我妈软磨硬泡地拿走了那笔钱，死活不肯给我。之后我在工作期间突然晕倒，被员工送到医院做了检查，最后确诊为红狼斑疮。可是那时候我的卡里只剩下几百块，连交住院费的钱都不够。我蹲在缴费口旁边，哭着给我妈打电话。但是听完我的哭诉和打钱的恳求时，我妈的声音冷得吓人：“这事儿你自己看着办，我没钱。”说完，她二话不说就把电话给挂了。而就在我因为疾病痛得恨不得自杀的时候，却刷到了我弟弟妹妹的朋友圈。偌大的新房子，灯光明亮，高档商场里的化妆品店华丽至极，配文是幸福的一家人。我终于崩溃，原来这么多年，在他们的心里，我所有的付出都是理所当然，甚至我的生命都要成为他们创造美好未来的跳板。当天晚上，我强忍着病体买了当年的高考试卷回来，一遍一遍地做题，一遍一遍地誊写答案。拿起笔的时候，我一直在想，如果我10年前没有听我妈的话，而是义无反顾地去高考，我的人生是不是不一样？是不是我的未来不用像现在这样，还没来得及绽放就枯萎？现在答案已经摆在了我的面前，你翅膀硬了。我爸气得当时就要冲过来打我，被我妈死命拉住。宋老师二话不说挡在我面前呵斥我爸：“你想干什么？当着我的面打我的学生吗？”但是我一点都不怕，直接上前冲到他的面前，在他的拳头落下来之前，狠狠地盯着他的眼睛：“你有本事就对我动手，只要你敢打我，我就敢报警。你现在是40岁吧？等你60岁的时候，我还正年轻，到时候你现在打我多少下，我就还你多少下，你敢吗？”在我的冷峻的凝视下，我爸的拳头终于无力地垂下，而我妈已经开始呜咽哭泣：“珊珊，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妈现在都不认识你了，因为我已经不是那个任凭你们打骂的林珊珊了。我说话算话，大学4年，我再也没有进林家的门，也没有和他们联系。倒是我妈，1学期总会给我打电话，话里话外都是让我毕业以后千万不要忘了父母的恩情，让我提携提携弟妹，最后才会轻描淡写地问一句：“你在学校要吃点好的，不要委屈自己。”我听了只想笑。好啊，你给我钱，我就可以吃好的。但是每到这个时候，我妈的语气总会变得讪讪的：“妈知道你不缺钱，别和妈闹别扭了。”其实就算是她给我钱，我也不会要的。只不过我懒得听她那些冠冕堂皇、如同作秀一般的关心。时间过得飞快，一眨眼4年时间就翩然而过。我拿到了保研的资格，
可以继续深造。不仅如此，凭借着上一世的记忆，我抓住了好几个别人未曾察觉的风口，在学校大学生创业支持的条件下，开办了属于自己的直播公司。没多久就赚得盆满钵满，赚到第一桶金的第一时间，我就把宋老师接到了我的身边。我买了一个3室1厅的大房子，还专门请了保姆照顾宋老师的起居。宋老师把自己的人生全部奉献给了3尺讲台，无儿无女，而我已经打定主意为他养老。宋老师上一世是因为肺癌没提前发现去世的，这一世我提前带他去医院做检查，总算是没有让病情恶化。而我获得的成绩完全没和我妈他们说半个字。但是世界上毕竟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我买房和开公司的事去哪个不知道被谁传出去。某一天我从学校回家，刚出电梯就看到我家大门敞开，顿时觉得奇怪。一进门，我的眉头便狠狠皱了起来。林保安和林保宁2个人大大咧咧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脚底全是果皮纸屑。我爸正坐在椅子上抽烟，我妈面前靠在我爸身边，端端正正地坐着，而宋老师却坐在一张小椅子上，俨然像个外人。谁让你们来的？我气血上涌，连忙把宋老师从椅子上搀扶起来。宋老师，您先回房间休息休息。哟，珊珊回来了，怎么，你不让别人跟我说你发了财？你打量我就不知道了。我爸见了我，干脆把香烟往地板上一扔，抬脚碾灭。瞧你这话说的！我妈见我回来，脸上立马堆起了谄媚的笑容。珊珊，快让妈看看你，这几年不见，妈都快想死你了。你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？我后退一步，拉开了和我妈之间的距离，避免了她的触碰。珊珊，其实妈和爸带着你弟弟妹妹这次过来，也不是为了别的，一家人血浓于水，打断骨头连着筋的。当年妈不让你去参加高考，是我这个当妈的没当好，没远见。但是你说，天底下哪个当妈的不盼着自己孩子好的？这么多年，看着你越来越有出息，妈心里面不知道有多高兴。妈今天在这里给你道歉，以后我们一家人就好好过日子，以前的事情都不提了，好不好？说着，我妈就把我弟弟妹妹拽起来，让他们给我问好，又说以后你们就要好好向你大姐学习，给我们老林家争光，知不知道？林保安和林保宁只是看了我一眼，压根不出声，但是看我的眼神却有着藏不住的艳羡和嫉妒。我冷冷一笑，并不附和，只是道：除了这些，你不打算再跟我说点别的吗？比如说让我做什么事儿，或者让我帮什么忙？一家人也叫帮忙。我爸哼了一声，你现在大房子住着，好日子过着，也该想想家里人。你弟妹2个人不是学习的料子，今年2个人都落榜，连个3本都上不了，补习费又贵得很。你干脆把这钱交了，这也是你当姐的应该做的。还有，家里的房子破得没法子住人了，我准备搬进来，买了房子不叫自己爹妈来住，反倒是供着一个外人。你读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，还不等我发话，我妈又惨笑着快步走到我面前，急忙道：你说以后我们家出3个大学生，你说出去也有面子是不是？再一个，你这么多年没回去，不知道我们家里的情况。今年雨水多，我们家那土房子塌了半边，想修又没钱，实在是没办法住人。好在你现在买了新房子，你回来之前我看了，3间房子是够住的，到时候妈给你做饭吃，我们一家人和和睦睦的过日子，多好！好在哪里？我冷冷一笑，挑眉反问：你们的算盘是不是打得也太响了？大学4年，你们给我过1分钱吗？还是来看过我一次，口口声声说着挂念我，恐怕连我长什么样子都忘了吧？这一次来，你们真的是来看我的，还是知道我赚了钱，迫不及待的让我履行什么所谓的孝道的？林保安和林保宁落榜，你们掏钱都愿意让他们复读。我当年成绩那么好，你们却选择让我辍学打工，这公平吗？
你们以为现在急急忙忙的在我面前说几句好听的，我就可以傻乎乎的把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双手捧给你们，然后等你们把我身上的钱骗得一二干净，就拿我不当人了？对不起，我真没有你们想的那么贱。现在你们要么自己从我家里走出去，要么我就报警，让警察处理你。我妈显然是没料到我这么心狠。就在这时候，我弟弟妹妹冲到我面前，这两个人一听从我这里捞不到好处就急了。你是当姐的，凭什么不管我们？那你去告我呀！我轻蔑一笑。别说我现在赚的不多，就算是有一天我成了亿万富翁，也不会给你们哪怕1分钱。行，你有本事，你有本事，我去法院，我倒要看看法院管不管你这种白眼狼。我爸被我气得直哆嗦。那现在就赶紧去吧，我干脆给他们让出一条路，再不走的话，我就请保安让你们走了。门口已经出现了2个保安，手里正拿着警棍。刚才进门看到他们的时候，我就给物业管家发了消息。见到1米8几的保安，这4个人终于有点怕了。我爸恶狠狠地朝我的地板上吐了一口浓痰，而后不甘心地拉着我妈离开。我弟弟妹妹跟在他们身后，回头看我的眼神就跟看仇人似的。但是我并不介意，比起亲人，我更愿意和他们老死不相往来。他们走后，我叫了专门的家政公司，把家里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。宋老师从房间走出来，温柔地把我拉到沙发上坐下。珊珊，别难受，上一辈子你经历了那么多事儿，这一辈子就该这样。我活到这个年纪，早都看得清楚了，什么是家人？真的对你好的人才是家人。要是对你不好，就算是亲人，你也不能对他们还掏心掏肺。是的，我把重生的事情告诉了宋老师。让我感动的是，他完全不会对我道德绑架，只是在我需要他的时候，会永远站在我的身边。他才是我真正的家人。后来，我爸真的去法院告了我，说要让我每年给他们100万当做我成年的抚养费，但是按照法律规定，我每个月只用给他们几百块钱的赡养费。至于我弟弟妹妹，更是用不着我抚养。判决出来的当天，我爸妈气得在法庭上捶胸顿足，我弟妹也满脸菜色，灰头土脸。以后没有我这个摇钱树，他们只会越来越烂，最后变成别人脚边的烂泥。在我上车之前，我妈干脆直接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和我道歉：“珊珊，珊珊，你是做女儿的，我10月怀胎生下你，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着大，你不能这么没良心。你要是不管我们，你弟弟妹妹该怎么办呢？”但是我早已经上了车，关上车门之后，我毫不犹豫地对司机说：“开车。”我坐在副驾驶上，看着后视镜里那个跪在地上嚎啕大哭的女人越来越远。我低下头，拿出了今天刚刚拿到的绿卡。我已经拿到了去往澳洲的签证，宋老师也会和我一起过去。在异国他乡，我会继续一边工作一边学习，真正过上属于自己的人生。高考分数一出来，我家炸了，爷爷奶奶对我大声咒骂，爸爸看着查分页面眼神复杂，我哥把水杯砸到我身上：“你怎么可能考这么好？”我妈挡在我身前，狠狠骂我哥。我哥神色扭曲，咬牙切齿，他成天吃喝玩乐养小白脸，能考这个分数，你不要被他蒙蔽了。爷爷奶奶朝我狠狠啐道：“他哥早就跟我们说了，他在学校早恋，明澈怎么可能考得比明生好？成绩肯定是假的。”我捡起杯子，擦净衣服上的水渍，轻轻笑出了声：“尚明生，你还是和从前一样，那么喜欢造谣。尚明生是我堂哥，但总想着继承我家公司。为了挤掉我这个名正言顺的继承人，在无数竞争方式中，他选择了造谣。成绩不如我，就造谣我考试作弊；长相不如我，就造谣我包养男同学。现在还要造谣我高考成绩作假。花钱多，性格差，没脑子，都是他给我贴的标签。只有我名声够差，他才能被衬托得像点样子。我不是没想过反击，但爷爷奶奶宠他，我爸器重他，说男孩子后劲足之类的屁话。
完全不把我这个亲闺女放眼里。我多说两句，他们又会拿上明生父母双亡的事压我，要我体谅他。最终我决定隐忍，等高考成绩出来后，用事实一举反击。尚明生，你以前造的那些谣，我现在先不和你计较。我坐到沙发上，声音冷静的可怕。可你不会真的认为我考试考不过你吧？还是你造谣太多，自己都信了你编的那些谎话？尚明生猛地哽住，脸红脖子粗地看着我。我妈这时反应过来，一叠声叫道：“对呀，小彻以前被选入过奥数省队，以他的智商，考得好有什么奇怪的？”我爸压低嗓子斥责他：“那都是多久以前的事情了，现在还说，也不嫌害臊。女孩子一上高中就比不过男生了，尤其他还学的理科。”我凉凉地说：“可咱们省的理科状元已经连着5届是女生了，那也不关你的事。”爷爷奶奶挡到尚明生身前：“你就说你在学校早恋没有？”我越过他们俩，直直地盯着尚明生：“哥，辛苦你告诉爷爷奶奶我谈恋爱的事，可能不能麻烦你把话说全，告诉大家我和谁谈的？”尚明生脸上闪过一抹心虚，错开我的视线：“反斜杠 T 和李肖纯这个名字，我父母并不陌生，家长会上总是被夸的那个，年级第一。反斜杠 T 李肖纯和我其实并不是恋爱关系，可不知什么时候起，身边传起风言风语，说我包养了他。不用想我都知道，又是尚明生在作妖。我将计就计，给李肖纯多加了一项扮演小白脸的工作，连带着酬劳也添了许多。而李肖纯的本职其实是家教，我摊手，我请他给我补习功课。你们明明……尚明生咬牙切齿，明明做了很多亲密的事，故意的。我演你呢，伪装这么些年，我实在不吐不快。尚明生，你每一科都请最好的家教，每小时上千块，我请李肖纯的花费比你低多了，高考还比你高200分。我笑吟吟一指：“是不是废物呀？”尚明生疯狂咳嗽起来，脸都涨紫了。够了！我爸低喝一声：“尚明彻，有点做妹妹的样子，别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。”小人！我盯着他：“你女儿被造谣，被抢占属于她的资源，她反击2句就成小人了。”我爸明显烦躁起来：“他是你哥，你怎么说话呢？”爷爷奶奶更是扑上来要动手，却被我妈死死拦住。奶奶张口就骂，果然女娃子读书一多，心思就坏掉了。爷爷一个劲儿用拐杖敲地板，心术不正，品行不好，还怀着狼子野心。我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，凭什么尚明生读书是上进，我读书就是狼子野心？我家公司本来就该是我的。尚明生眼神暗了暗：“明彻，你怎么还不懂啊？你终归要嫁出去的，不是我们尚家人。我是长房长孙，将来家里全靠我。劝你放下那些痴心妄想吧。”我不怒反笑：“哦，就凭你这种废物，也配继承家业？我在废物，也是男的，也天生比你强。”尚明生脸上的尖酸刻薄一览无余，要怪就怪婶婶肚子不争气，没给叔叔生出儿子。话没说完，我一拳直捣他面门。我被拉开时，尚明生鼻子都歪了，血流了一地。爷爷奶奶尖叫着要报警，被我爸劝住，说家丑不可外扬。我一边受训挨骂，一边听到奶奶抱着尚明生，心肝肺的喊乖孙，妈妈在我身旁陪着，泪眼婆娑地抚摸我散开的头发。我爸抽着烟，在房间里烦躁地踱步。尚明生血止住了，他让我去道歉。我的心一点点凉下来，哪怕我成绩再好，哪怕尚明生再出言不逊，结果都没有任何改变。我的多年隐忍，渴望雪耻，变成了打在棉花上的一拳。仅仅因为我是女儿，我一滴眼泪都没掉，转身就往外走。出了这个门，就别再回来。奶奶扶着尚明生：“家里好吃好喝供着你，你个白眼狼！”一拳倒你哥脸上。爷爷更是下了最后通牒：“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你成绩能比你哥高那么多。这3年来，明生辛辛苦苦，每天学到深夜，
你都不知道钻在哪里鬼混，和你那个什么家教乱搞。你要是不给你哥道歉，就别怪我们大义灭亲，举报你高考作弊了。我爷爷以前是个干部，一辈子自诩清高，其实又冷又硬，顽固不化，满脑子封建思想。我爸赶紧上前，试图缓和气氛。看着爷爷那副自以为真理在握的样子，我没忍住笑出了声，接着拨通了一个电话。你好，考试中心吗？我举报本届考生尚明生，准考证号 XXX 某某，考场某某，在考试中作弊。你疯了！我爸劈手夺过我的手机，不可置信地看向屏幕上的号码，真的是举报电话。尚明生捂着鼻子看向我，惊疑不定，满脸心虚。猜中了，尚明生考了482，超一本线15分，作弊来的。我上名册682分，全省第9，自己考的，家里断了我的生活费，让我搬出去。临走时，爷爷还打电话举报了我，搞什么对等制裁。我笑了2声，头都不回出了家门。恰好李肖纯发来消息，约我在老地方见面。他向来准时，今天更是早到，一路跑着过来。名册，他冲到我眼前，恨不得把手机屏幕摁我脸上，声音激动得有些发抖。怎么样，考过我没？我瞄了一眼，比我高5分。我失落地慢吞吞说：恭喜你，真厉害。接着揉揉眼睛，擦着并不存在的眼泪。李肖纯慌了，像傻狍子一样原地打转。怎么了？没考好吗？发挥失常，还是考试的时候又紧张了？你明明刷了那么多题。说着说着，他声音带上苦涩。我们约定好，考同一所大学的，眼看捉弄得差不多，我心情也好了不少，便笑着把自己的成绩拿给他看。李肖纯愣了片刻，呆呆地盯着屏幕。我原本以为他要骂我耍了他，没想到是这么个反应，便推推他肩膀，问怎么了。李肖纯转头看向我，脸上明明有笑意，眼圈却整个红了。怎么哭了？我吓了一跳，赶紧给他抽纸巾。他摇头，清了下嗓子：明澈，你这么久的努力，终于有公平的回报了。他没能压住哭腔。对视的瞬间，他的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。我看着李肖纯，心脏像被温水缓缓化开冰壳，久违的有了知觉。成绩出来后，他是第一个真心向我道贺的人。谢谢啊，我感觉轻松了不少。如果没有你的话，我可能做不到的。李肖纯摇摇头，明澈，你给我的帮助比我给你的多多了。我没料到他会这么说，忍不住啊了一声。他一字一句，无比认真地说：我应该向你道谢才对，谢谢你，把我从贫困和自卑里解救出来。我和李肖纯是高中同班后才正式认识的，但其实我在初中时就见过他了。对于他所说的贫困，我记忆犹新。那时我已经开始顺着尚明生的话将计就计，把自己伪装成了一个不思进取、酷爱攀比的花瓶，和他一起靠家里砸钱进了一所好初中。李肖纯则是自己考进来的。考进来的学生叫资优生，砸进来的学生叫特待生。大家平时混在一起上课，看起来嘻嘻哈哈没什么，可时间一久，巨大的经济差异显露出来后，有很多事就变了。面对非富即贵的特待生，资优生要么变得自卑，要么在心里悄悄鄙夷，最终结果就是资优生、特待生两方井水不犯河水，即使在同一个班里，也形同陌路。这些人里，李肖纯是个显眼的意外。作为一个贫困的资优生，他和两方处的都不错。也许是家庭氛围好吧，这家伙身上有种不卑不亢的坦荡，既不仇富，也不怕穷，连大部分人少年时都有的那种过分执着尖锐的自尊，在他这里也不明显。我们初中时不在一个班，但他应该已经听说过我，毕竟那时我就已经是方圆几里小有名气的富婆，鞋子一天一换，背包常买常新，手上的甲贴格个课间就不一样，完全不花心思在学习上。上家千金上名册，是个不折不扣的富贵花瓶。
我路过操场时，走时不能遇到8个搭讪的男生，拍着篮球耍帅的，倚着电线杆呲牙的，甚至还有平地摔我怀里的，呵，诡计多端。因此，当李肖纯满脸阳光朝我跑过来时，我以为他也是搭讪的，刚想悄悄伸脚绊他一跤，却听他说：“同学，你这个喝完的矿泉水瓶还要吗？”我一愣，把瓶子递给他。李肖纯点头道谢，哼着歌去捡下一个了。很好，男人，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后来我观察过几次，发现课间时他经常出来捡瓶子，放学后再去不远处的废品回收站卖掉，每天还真能挣点小钱。快上初3的时候，李肖纯就不捡了。也许是他发现好好学习的回报率比捡瓶子高多了，便专心投身学业。中考时，他从年级100名左右一跃登顶，拿到了学校高中3年学费全免的奖励，一时传为美谈。李肖纯在发表获奖感言时，仍是那样满脸阳光的笑。我站在台下，突然有些感慨，这是个脚踏实地，想靠自己努力改变命运的人。他不把希望寄托于别人，只是用极高的执行力去完成自己的目标。无论何时，这种人都值得尊重。我知道李肖纯贫困，却没想过他会自卑，一不留神便问了出来。李肖纯歪着脑袋，陷入沉思。他在我面前一直很开朗，难得有这么安静的时候。我看着夏风穿过他清爽的短发，传来干净的气息。他常年坚持锻炼，短袖外的皮肤偏小麦色，有一层薄薄的肌肉，身条匀称又修长，再加上他优越的眉眼，看上去赏心悦目。忽然，我后知后觉地想到，李肖纯以前是很受欢迎的，不过在我俩关系密切，又传出我包养他的谣言后，就不剩几个待见他的人了。为了挣我这份工钱，他也挺不容易呀。李肖纯若有所感，在这时转头看向我的眼睛，他张了张嘴，有点磕绊地开口：“我在很小的时候，父亲欠了赌债，他抛下我和妈妈逃跑了。为了还债，妈妈卖掉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，从楼房里搬出去，我们变得一贫如洗。妈妈常常自责，对我哭诉她识人不明，可我又太弱小，什么忙都帮不上。她坚决不许我去打工，却自己一个人做许多兼职。我一边上学，一边想招法儿省钱，甚至在课间捡瓶子。虽然大家都说这样挣不了几个钱，说我很傻，可是20个瓶子就能换我一顿早饭，捡瓶子有没有用？我的胃最清楚了。他摸摸肚子，表情很认真，所以他才没有那些无聊的所谓自尊啊。直到有一天，你找到我，说想请我做家教。说到这儿，李肖纯有点不好意思。其实高中我因为一直忙着学习，不认得班里同学，但是我恰好对你有印象。初中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在学校角落里奏过上名声？李肖纯看着我，眼睛闪闪发光。啊，我猛地想起来是有这么一回事儿。你当时是在树林里捡瓶子。我撑不住，哈哈大笑起来。当时上名生带着几个特待生在欺负贫困生，你一拳就把他干翻了。特别。李肖纯越说声音越小。帅，你打架的样子那么帅，是不是专门练过呀？08。我一下子愣住，没想到他对我有印象是从这件事开始的。我确实专门练过，在上名生还没来我家的时候，我爸对我寄予厚望。现在上名生拥有的一切，原本都是给我的。那时家里完全不觉得我有进取心是坏事，甚至希望我更有攻击力一点。因此，在我提出想学一点防身术后，爸爸妈妈都很赞成。当时我痴迷李小龙，我爸特地花了大价钱，给我请了非常少见的截拳道老师，让我1周5天的练。现在想来，刚刚在家能一拳把上名生鼻子打歪，也是托了小时候好好训练的福。可惜的是，上名生来了以后，一切都变了。我的沙袋、护腕被收走，换成了钢琴和小提琴。利落的衣服不许再穿，柜子里挂上了一件件束手束脚的昂贵纱裙。
我不可以好动、活泼、强壮，只能柔弱、优雅、温婉。更可怕的是，我甚至不能聪明。一旦我表露出想要好好学习的意思，就像犯了十恶不赦的大罪。原因不难猜，我比尚明生成绩好太多。如果一直专注学业，就意味着我有和他竞争的野心，会成为他继承家业的威胁。在我家，女儿要钱、要东西都可以，唯独不能有野心。我也终于明白，从前我爸愿意好好培养我，只是出于家里没有儿子的不得已呀。有了尚明生以后，我就被打回原形，就只配做花瓶了。加上他的造谣，爷爷奶奶和我爸实打实的偏心，我的处境到了前所未有的艰难境地。我不是没想过真的放弃学习，反正家里也对我不抱期望，又愿意供我吃好喝好，除了有些不甘心以外，似乎也没理由一直咬着牙读书。可是我忘不了一件事，小学时我被选入奥赛省队，数学老师很喜欢我。他那时刚刚大学毕业，工资很低，教书却十分尽心。在他辅导下，我进步很快。可就在我即将入队集训的时候，尚明生的爸爸在工地酗酒，出意外死了。他妈妈跟有家室的男人私奔，被对方妻子杀了。爷爷奶奶带着尚明生住进我家。在得知我即将入队训练后，奶奶在客厅打着滚撒泼胡闹：“你女儿能去学，我大孙子不能去，凭什么？就是天底下没有这样的道理。”我爸很为难，可是老师说：“明生，他没有这个天赋。”放屁！奶奶高声叫骂起来：“我孙子没有，他一个女娃娃能有？不可能！”就这样，我的训练被禁止了。老师下班后专程来我家一趟，极力劝说我父母，这是个难得的机会，对明澈将来的发展大有帮助。可碍于爷爷奶奶以及刚失去父母的尚明生，家里不会答应让我去。妈妈把老师送到门口，委婉地说：“老师，我家条件还可以的，明澈不需要做这些，将来一样能过得很好，劳您费心了。”老师没有理他，蹲下身子对我说：“小澈，你要记得，自己学到的东西最可靠，读书才能让你以后真正过得好。你很聪明，一定不能放弃学习。”我看到他说的嘴角都起皮了，却仍然没有放弃我，还这么认真地看着我的眼睛。尚明生来了以后，爷爷奶奶天天说我不如他，连带着爸妈也不许我做很多事了。这是这么多天以来，我第一次感到被人尊重。我忍不住扑上去抱着他，闻到他身上清爽的洗发水味，很认真地说：“老师，我记住了。”在老师的影响下，我一直没有放弃学业，总是见缝插针偷偷学习，学得好也从不在考试中表现，免得尚明生扯着他那张烂嘴四处乱说。但上高中以后，我渐渐力不从心起来，课业难度加大，我还得天天表演，再加上没人帮忙，很多知识都掌握不好。高中开学1个月后，我找到了李肖纯。你来找我的时候，我非常开心。李肖纯摸摸脑袋，其实那时候还不知道当家教具体是怎么回事，但大概会有很多相处机会，能一起学习，就特别期待。看着他脸红着回忆往事，我撑不住大笑起来。我当时确实能感觉到他不讨厌我，因为我说完要求后，他立刻就答应了。但没想到，原来他当时的反应是期待。第一次补课的时候，我们兜兜转转，找了校外一条偏僻巷子里的咖啡厅。李肖纯整个人都有点僵硬，我觉得他是放不开，便不停地说话逗他。可我越说，他脸越红，以至于让我觉得他是不是怕我劫色。但他又不拒绝我，似乎透露出一种想被劫色的欲迎还拒，主打一个虽然我很正直，但如果是你的话，不正直也可以。现在才明白，原来那是因为期待啊。上了几次课后，李肖纯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：“你一点都不笨，基础也挺好，怎么每次都考那么低？”我含糊过去：“考试的时候容易紧张吗？”李肖纯深深地看我一眼，没说什么。他学习扎实，讲得也认真，跟着他做题，我进步很快。为表感谢，
每次上完课我都请他大吃一顿，不过只给自己点1杯咖啡。李肖纯忍不住问我：“你怎么不给自己多点一些呀？每次不仅付我课时费，还请我吃好吃的。”他抬起头，看着我的眼神有些不忍。我听到他明明肚子饿得咕咕叫，却还是不好意思把那一叉子意面塞嘴里。我笑着回答：“现在还不饿，而且我比较穷，开不出自己在外面吃饭的预算。”李肖纯的嘴角抽了下：“你穷？”我看看自己周身的东西，发现好像确实没什么说服力。手腕上是最新款江诗丹顿，耳朵上挂着高定蒂芙尼 ，choker 嵌着好大一块施华洛世奇。李肖纯认不出这些牌子，但能感觉到它们不便宜。我朝他眨眨眼：“精神贫穷也是穷嘛？你看我成绩多差呀！”他撑不住笑出来，接着切了块牛排送到我嘴边，让我吃掉。之后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们都保持着很高的补课频率。李肖纯撑着下巴回忆道：“就是那段时间，你给了我机会，让我在不耽误学业的情况下，凭借劳动赚钱，切切实实改善了我家的境况。我本来以为，只要自己不在意，把自尊放下，把感受藏起来，那些贫穷带来的伤害就不存在了。可直到自己赚了钱，感受到经济富足的安全感，才发现人格尊严其实是建立在经济独立之上的。”他的声音渐渐激动起来：“是你让我有了工作的机会，之前我用的是妈妈挣来的钱，所以总是充满愧疚感。等自己也挣钱以后，我才有勇气和他平等对话，说出自己真正的想法。我劝他一鼓作气找到我爸，和他离婚。”我睁大眼睛，不可思议地看向李肖纯。我妈看到我成绩很好，又说的在理，就下定了决心。她放出消息说赌债还完了，引我爸出来，干脆利落地告诉他，这个婚离定了。李肖纯的眼里满是光彩，他看着我，笑意盈盈。现在我和妈妈无债一身轻，也完全甩掉了垃圾，过得越来越好了。所以，明澈，是我该谢谢你。我感觉脸上热热的，他多坦荡啊！之前我花钱雇他假装小白脸，他眼神里满是清澈的愚蠢，说：“你人还怪好的嘞。”他完全不在意外界的看法，一副随时愿意为我献身的样子，真是白瞎了做题时的好脑子。这个暑假我们再找点赚钱的工作吧。李肖纯转向我：“你现在还在攒钱吗？”我无奈的一摊手：“在攒，不过有个坏消息。”我被家里赶出来了。接着我把刚刚在家发生的事儿告诉了李肖纯，说完后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。他一直安静地听着，在我讲完后，很轻很轻地摸摸我的脑袋：“辛苦你了，他们一定会因为自己的刻毒付出代价。”我挑起一个坏笑：“那当然。”李肖纯提醒我：“不过这样一来，咱们以前用的那招就行不通了，得找新的办法。”我点点头，心里并不慌乱，因为以前那招已经帮我套到足够多的钱了，而这个办法还是李肖纯帮忙想到的。之前为了让尚明生相信我真的废了，我和李肖纯达成协议，由他扮演被我包养的小白脸。我特地花了大价钱给李肖纯送了块和我同价位的腕表。尚明生恨得牙根痒痒，他为了在家里维持人设，从不敢开口要零花钱，不像我，早都放下脸面撒娇扮吃，天天跟我爸讲谁家千金又买了什么奢侈品。我要是没有会很丢脸之类的话，与其让我的家产落入他手里，不如我早早要出来给自己用。总之，我的目的达到了。尚明生真的相信我包养了李肖纯，他觉得李肖纯哪怕是年级第一，照样是个拿人手软的小白脸，不会掀起多大浪来，因而也放低了对我的警惕。李肖纯把那只腕表招摇地戴了一段时间，等风波差不多平息后的某天，他突然神神秘秘地把我叫出去，给了我好多钱。我把表卖掉了，没比原价低多少。他解释道：“这是我送给你的，不用还。可你连自己在外面吃饭的预算都开不出来。”他急切地打断我：“明澈，我虽然不知道你的处境究竟是怎样，但我相信你对我说过的话，
我愣了好一会儿，接着点了点他拿来的钱，后知后觉地问：“你把表卖给谁了？”“奢侈品回收的呀。”他摸摸脑袋，“废品回收站附近还有不少回收其他东西的人，比如烟酒啊、奢侈品什么的。我去那边次数多了，也大概知道些里面的门路。”我眼睛一下子亮了，这主意不错呀。在那之后，我不断找我爸撒娇，要买新的奢侈品，哪怕我爸很是肉痛，但看到我不再和尚明生争家产，学习也烂得稳定，他还是捏着鼻子认了。尚明生眼红得不行，整个人都快酸死了，却拿我毫无办法。毕竟是他四处说我花钱多，性格差，没脑子。大家对我的预期本来就这么低，我每天这个专柜进，那个专柜出，囤了一堆货在家里，然后联系李肖纯，让他网购同款高仿。等到货以后，我借着和他约会，把真货给他，自己背着假货回来。李肖纯再找到回收方，把真货卖出好价，隔天我的户头就能进账一大笔钱。除了随身穿戴的几样外，我陆陆续续把其他奢侈品都以高价卖出，再在黄金低价时买成金条存起来。以前我只是攒零花钱，现在多了这一条门路，积蓄一下子水涨船高，我还真成了手握重金的富婆。不过私底下还是很抠就是了。看着我在学校潇洒度日，原本就没有读书天赋的尚明生自然不甘寂寞，也开始流连花丛。可是以他的能力和人品，哪个和他交往的姑娘不是冲着钱去的？他又不好意思像我一样问家里要那么多钱，毕竟他的人设可是勤奋刻苦、勤俭节约的好学生啊。看他这么窘迫，我自然要再添点火，隔三差五给李肖纯送贵重礼物，专去他面前显摆。李肖纯特别上道，每次都扭腰摆胯，拿款端范儿。一边娇滴滴对我说：“哦天哪，小彻你好大方，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么好的小姐姐？”一边对尚明生横眉冷对：“你不是特待生吗？你不是小彻的哥哥吗？小彻出手这么大方，你怎么这么抠啊？谈个恋爱都不知道给对方送礼物。”尚明生牙都要咬碎了，他无数次在校园里看到我和李肖纯四处现眼，几乎时刻黏在一块儿，可他不知道。我俩看的闲书里藏着一张张撕好的天历38套真题卷，一人一只的蓝牙耳机在播放导数压轴题详解，每一次耳鬓厮磨都是在巩固理解性默写。抽查古文64篇，尚明生只觉得人生要潇洒一回，他也要谈甜甜的恋爱。我原本只是想刺激他一下，让他也去要零花钱，崩个人设就差不多了，却没想到他给我了更大的惊喜。某天我起夜上厕所，发现2楼爷爷的书房里透出亮光。没一会儿，尚明生很紧张地出来了。我闪身回了卧室，下单了一个小摄像头。第2天回家，我溜进书房，把小摄像头安在高处，连了 WiFi 和电源线，没有被任何人发现。等尚明生再进书房的时候，他的一举一动都被拍了下来。他偷走了几个爷爷珍藏的古钱币，甚至包括一枚品相极好，被爷爷当作传家宝的开元通宝。好家伙，我顶多就是把自己的东西卖掉，这尚明生有东西他是真偷啊！尚明生有了买礼物的钱，恋爱进展还算顺利，不过他一门心思扑在恋爱上，原本就很平庸的成绩，在一次大考后变得惨不忍睹。我想着这回他该好好学习了吧，却没想到当晚他又进了书房，偷走了屏风后一个小小的青玉花尊。我留意观察了几天，他没再给女朋友买礼物，不知道这笔钱去了哪里。可神奇的是，接下来的周考他成绩暴涨，数学单科甚至杀进了年级前5。李肖纯悄悄告诉我，老师根本不信，安排他去反复查监控录像。录像里，尚明生用修正带反复涂抹问卷，可就算要涂，也应该涂答题卡吧？我们最终确定，问题出在修正带上，那应该是个扫描装置，还有隐藏的显示屏，是专门用来作弊的。行啊，这可太行了。不过，如果是高考的话，
这种设备一定会被检测出来，他应该能想到吧？我一边躲在被窝刷题，一边看着手机上的书房监控，尚明生又进去了。这次他选了爷爷的心头挚爱玉作金佛，我到现在也没明白他高考是怎么作弊的。可是玉作金佛再也没有回来。我正和李肖纯商量暑假该干点啥时，手机响了起来。小彻，你快回家看看，你爷爷他……妈妈的声音满是焦急。我爸在旁边吼道：“你直接问他见过书房里的东西没有？”哈，这可巧了，还有人能比我更懂书房里的事儿。我早就剪好视频，只等他问呢。李肖纯拉着我手腕，坚持送我回家。我在门口等你，一听到不对就会报警。你一定。我安抚地拍拍他，没事儿，我可是专门练过的。一进家门，爷爷的拐杖就朝我飞来。我头一偏，将躲了过去，就听到尚明生在喊：“就是他！”我看到他进书房了，我的眼神冷了下来。奶奶的巴掌扇来的时候，我抬手制住他，每一个字都掷地有声。东西是尚明生偷的，我有证据。我让住家保姆阿姨打开电视，连上我的手机，画面里尚明生鬼鬼祟祟摸进书房，右上角显示着时间，凌晨3点。开元通宝、青玉花尊、玉作金佛，他行窃数次，把他们偷出书房，再也没有拿回来。视频播完，家里静悄悄的，落针可闻。东西呢？我爸朝向尚明生，开口问他。尚明生脸色惨白，腿一软坐到地上，卖掉了。爷爷的拐杖终于实打实抽中一回，落在了他的乖孙身上。畜生！奶奶扑到尚明生身上，一边打他一边哭。尚明生赶紧辩解，都是因为尚明彻。说完，他一转头，恨恨看着我爸：“你偏心，你给他那么多钱，什么都不给我。明彻就是爱交些，喜欢买东西，以后家业都是你的，你何必跟他争那么几个钱？”我爸没想到他说出这么白眼狼的话来，忍不住骂他：“你真是糊涂，简直枉费我们对你的苦心。”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脚步声，李肖纯一边拍门一边喊：“尚明生，开门，学校老师有话问你。”老师进门后神色非常严肃，他扫视一周，眼神落在尚明生身上。刚刚考试中心联系学校了，他们接到举报后详查考试监控录像，证实了你的作弊行为。李肖纯把我拉到身后，悄悄往门边退去。我家正乱成一团。老师说，尚明生应该是在看考场的时候，花重金收买了前座同学。考场上，对方给他打手势、递暗号，每个动作都在监考视线死角，做得很隐蔽。但这些伎俩，在细看监控后就无所遁形了。现在你跟我回去，进一步核实细节。说着，老师就要带尚明生走。他这一拉，可戳了我奶奶的肺管子。他拿出以往的泼劲儿，在地上打起滚来。可这回家里其他人不再帮腔了。我爸被尚明生的话伤了心，爷爷更惨，半辈子的珍宝被这孙子拿去卖了，竟然还是拿来作弊。传出去以后，他的名声怎么办？突然，我感到什么东西抵上了后背，回头才发现是拐杖。李肖纯一把挥开，站在我身前，对爷爷怒目而视。那他呢？拐杖再次举起，颤颤巍巍指向我，却没再碰到我。他的成绩没有问题。老师看了我一眼，神色平和。看过录像了，没有异常。尚明生哭喊起来，再没有平时趾高气扬的得意劲儿了。爷爷，你要相信我。可爷爷没再转身看他，只是颓丧地拄着拐杖，慢慢上楼去了。尚明生双目赤红，盯着他的背影，声音冷冷地开口：“你不救我的话，我会让所有人知道你书房里那些东西是怎么来的。”大家都吓了一跳，吃惊地看着他：“你一个退休老干部，收藏那么多好东西，合适吗？”爷爷指着尚明生的手颤抖起来：“那些是我半辈子积蓄买来的。”尚明生阴恻恻笑了：“是买的还是受贿？打个举报电话让纪委查查，不就知道了。”我完了。
也绝不会让你们好过。爷爷气得说不出话，他呼吸渐渐急促起来，接着直直地朝后栽过去了。15. 尚明生的作弊行为被查实，成绩取消，未来3年不许再参加高考。爷爷确实没什么作风问题，只是大半辈子积蓄买的文玩都没了，再加上尚明生那一气非同小可，直接把他气进了 ICU。出院以后，他连基本生活都不能自理。我爸把他和奶奶送进了专人照顾的养老院，不再和我们住在一起。而我家从那天开始，也终于有了点正常的样子。妈妈做主给我张罗了排场很大的升学宴，老爸没说什么，只是在桌子上多喝了几杯。等散席以后，他声音沙哑地说：“明澈，以后家里就交给你了。”我没有回答。至于尚明生，我爸说他愿意的话，可以让他去厂子里学技术，只要用心学，养活自己应该不成问题。不过我家不可能再给他提供工作，尚明生没说什么就答应了。可也许是为了逃避痛苦吧，他渐渐开始酗酒。我上大学后暑假回家，在见到他时悚然一惊，他变得我几乎认不出，身上已经有了他那个酗酒而死的父亲的影子。也许爷爷奶奶对他的溺爱和对他父亲是一样的吧，不知道他们现在明白没有，这样毫无原则的偏心溺爱终究会害死人，只是这些与我都没什么关系了。我和李肖纯从高考后那个暑假就开始积极搞钱，借着考上名校的光环办起补习班，赚得盆满钵满。我也终于能卸掉首饰，换下裙子，穿上利落的衣服，继续去学我喜欢的截拳道，重新变成小时候自由自在的样子。进入大学后，李肖纯还是和我天天腻在一起，跑实习，做大创，申课题，甚至用以前攒下的钱办公司，我们都一起做得有模有样。不过这家伙保留了一个恶习，每当别人问起我们的关系，他都无比激昂地回答：“她是富婆，我是她的小白脸。”我笑着把他推开：“退订，退订，你的服务期早都结束了。”他很无耻地附到我耳边：“我的包月费很便宜，你高中时交的那些，轻轻松松就能续好几十年，所以我陪你演一辈子。”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。如果您有任何建议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希望今天的故事在你心中留下清香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